最近英国国王查尔斯高调住院手术，皇家宣布呢，这是一个矫正手术啊，对象呢是前列腺，而且是良性的，所以他很可能得的就是我们说的良性前列腺增生。在75岁这个年龄啊，大部分男性60%以上啊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问题会更多啊，症状会更严重。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呢？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话，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查尔斯王的手术啊，其实还有2个比较诡异的现象我们在最后跟大家八卦一下。感谢台济生技对我们这次节目的支持啊！台济生技的泰稳当苦瓜胜肽有多国的专利，它能够帮助糖尿病人稳定血糖水平，预防糖尿病和降低身体脂肪，达到减肥效果的3大作用。因为添加了灵芝和冬虫夏草，还可以恢复受损的细胞啊。对感兴趣的朋友呢，在视频的最后呢，会有更详细的介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良性前列腺增生会给我们生活和健康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这个前列腺啊，它是在膀胱下面围绕着尿道核桃大小的腺体，那么它在肿胀的时候呢，可以大到网球那么大，所以呢，它直接呢就刺激和压迫了膀胱和尿道，所以它的主要症状都在这里。比如说尿频啊，特别是在白天啊，经常很频繁的要上厕所。同时呢，还有尿急的症状啊，一旦有了冲动，就马上就要去卫生间。同时呢，尿流比较弱啊，甚至有可能会中断。同时呢，你在排尿的时候，你发现你必须要很用力才能够把膀胱排尽。有的时候，即便是你尿完了以后，你还是觉得这个膀胱啊还有残余尿的感觉，没有排空。这个症状呢，在夜间的时候呢尤其明显，它会干扰我们睡觉，所以叫做夜尿频繁。同时呢，在尿排完以后啊，严重的人还有尿液滴漏啊，经常这个内裤啊都是湿的。那么当然最严重的时候有排尿困难啊，我以前讲过一个病人，他必须要导尿才能够解决这个排尿的问题。那么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导致尿液的储留，那么引起疼痛啊。还有呢，就是经常尿液它排不干净以后啊，会造成反复的膀胱和尿路的感染。那么再严重的时候呢，会尿液中带有血，这就叫血尿。你不一定有所有的这些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呢，或早或晚的呢都会出现。一旦有这些症状，你是不是要急于求医呢？我觉得你在做求医之前呢，首先要反省一下自己能不能做一些生活习惯方面的调整，那么采取一些比较自然的疗法。首先就是饮食的改变，多吃一点这个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像西红柿啊、浆果啊、绿叶蔬菜啊等等。另外呢，就要增加健康的脂肪啊，含有欧米伽3的三文鱼啊、亚麻籽啊，还有核桃。同时呢，一定要限制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取，因为它们都能够刺激膀胱，同时呢增加前列腺炎症的风险。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考虑用一些草本的补充剂，比如说聚棕榈。这种草本疗法它能够减轻尿路的症状，还有一种非洲奶仁，它也可以帮助缓解症状。还有就是贝塔谷固醇它是存在于植物油当中的，也能够促进排尿。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修改，比如说定期进行体育锻炼保持正常的体重因为肥胖呢，它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风险因素。同时呢，要做一些膀胱的训练练习一些技巧，特别是改善自己对膀胱的控制和减少尿急的情况。另外呢，就是精神方面的压力呢，也会增加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要做一些冥想打坐瑜伽等等这些减压的技巧。当然了，你还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刺激，比如说晚上睡觉前不要多喝水。另外呢，避免使用这个感冒药，治疗鼻塞的这些感冒药常常也能加重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其实中医中药对前列腺的增生呢，它是有独到之处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找这个针灸师和中医师呢进行个体化的诊断和治疗。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些重要的营养素补充剂，像锌、维生素 C 虎皮素，这些呢对前列腺健康都有帮助。那么你如果做了这些
改变以后症状还是比较严重，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要去看医生的话，医生可能会建议你使用一些药物像阿尔法肾上腺受体的拮抗剂它可以松弛前列腺和膀胱颈周围的肌肉让排尿比较容易一些。那么或者是叫5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这个呢，它通过抑制睾酮来减少前列腺肥大的情况。还有呢，叫做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它可以呢用来治疗这个前列腺肥大还有一些性功能障碍。那么有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你开2种以上的联合用药，这些药物呢都是有一些副作用的，不宜长期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你才会考虑对一个良性的前列腺增生进行手术治疗呢？第一呢，就是排尿极度困难第二呢，尿不能排空完全储留的情况。第三呢，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第四呢，就是造成膀胱结石。第五呢，就是有肾脏的损害。前面说的这些生活方式改变药物或者是微创手术在缓解症状方面都没有效的时候，才会建议手术。手术这个选择一定要非常谨慎。那么查尔斯国王这次手术有2个什么诡异的地方呢？第一是他的年龄一般来说75岁以上，虽然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但是进行手术干预还是应该非常慎重的。无论是哈佛的专家还是宾大的教授都建议在75岁以后要非常谨慎的使用这样的创伤性的治疗。宾大教授是医学伦理和肿瘤专家他宣称他75岁以后绝对不接受任何侵入性的对全身机体有伤害的治疗他这个观点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跟大家进一步的介绍。第二个诡异的地方呢，就是他的时间的选择他选择在和凯特王妃同一天在同一家医院进行手术而凯特王妃的手术的具体情况比较隐秘，而他呢是公开的，所以我多少觉得他是希望分散公众对凯特王妃病情的关注来保护她的隐私。不管怎么样，查尔斯国王在住院3天后出院了。通常现在的手术方法呢，创伤性比较小，一般当天就可以出院。国王嘛，待遇特殊一些，也许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查尔斯国王呢这次手术非常成功能够顺利康复。对我们普罗大众来说我们还是尽量的要采取预防和保守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前列腺，保护我们的健康。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台济生技的泰稳当产品的工作原理和特殊性呢，请大家点击链接。身体的血糖水平一旦升高呢，它就会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这个胰岛素呢，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葡萄糖进入细胞的通道，让葡萄糖进入细胞为细胞提供能量。那么如果我们身体里面胰岛素分泌不够，或者呢细胞对胰岛素不够敏感，就会造成血糖的持续升高，那就是糖尿病。同时呢，血糖还会转化成脂肪造成肥胖。那么台济生技公司的产品泰稳当苦瓜胜肽它是通过10多年台湾医药大学的专利研究，在苦瓜里面提取的一小分子的胜肽它的结构和胰岛素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它起到了类似胰岛素的作用把葡萄糖带入了细胞，降低血糖水平，同时呢给胰腺呢减轻负担，让胰腺呢得到休息和修复。泰稳当中还含有葡萄糖耐受因子，它可以协同胰岛素加速葡萄糖进入细胞，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达到调节血糖、减轻体重、降低血脂、腹部和内脏脂肪。泰稳当中还含有桑叶的提取物 DNJ 呢，它是属于一种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可抑制呢淀粉产生的双糖分解为单糖，达到延缓人体对葡萄糖与果糖的吸收速度来起到抑制血糖升高、减少脂肪的作用。这个 DNJ 和口服的降糖药呢结构非常类似，而且呢没有副作用。长期高血糖可能会造成身体各种器官的损害，
肽稳当添加了改善身体细胞损伤的营养物质，其中姜黄素可以降低身体的发炎指数，灵芝呢增强人体免疫力，冬虫夏草呢可治诸虚白损，补元气，可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循环的体系环环相扣，每个环节呢都会互相影响，解决了整个闭环，人体才会感觉舒服。台济生技的肽稳当苦瓜胜肽呢，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它的回购率很高。肽稳当苦瓜胜肽跟其他品牌的苦瓜胜肽产品呢不同之处在于它的 DNA 定序小分子蛋白质定序胜肽，萃取小分子专利定序苦瓜胜肽片段准确，单位含量高所以效果好。另外呢，添加的灵芝等综合配方让它的效果更加显著，特别是服用3个月后效果更加明显。作为思维健康的观众，你输入优惠码 SWJK 可以得到 25% 的优惠，购买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希望大家在使用之后给我们提供反馈。